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請大家先做一件非常簡单的事情，哪怕你現在正坐在捷運上，或者正走在台北的街頭，請你抬起你的手，看一看你的掌心。這就只是一隻普普通通的手，對吧？有皮膚，有紋路，還有溫度。但是如果我告訴你，就在剛剛這短短的1秒鐘裡，有幾十億個來自宇宙深處的幽靈粒子，像穿過空氣一樣，毫無阻礙地穿透了你的手掌，穿透了你的身體，甚至穿透了我們腳下厚實的地球。你会怎麼想？你沒有任何感覺，不痛不癢，甚至連最精密的儀器都很難捕捉到它們顫動的瞬間。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主角——暗物質。很多朋友可能一聽到暗物質這3個字，腦子裡浮現的就是那種科幻電影裡黑乎乎的吞噬一切的怪物，或者是某種高深莫測的物理名詞。甚至有人會覺得，這跟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這不都是科學家在象牙塔裡玩弄的數學遊戲嗎？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但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可能會徹底顛覆你的這種想法。我們今天要聊的不僅僅是暗物質是什麼，更是一個讓人起雞皮疙瘩的瘋狂假說。也許正是因為這些看不見、摸不着的幽靈物質，在6600萬年前的一次惡作劇，才導致了恐龍的滅絕，從而給人類的誕生騰出了生態位。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暗物質在銀河系裡推了一把，我們在座的各位今天根本就沒有機會坐在這裡刷手機聽節目。這是一場跨越了億萬年的真正的宇宙級蝴蝶效應。在這個故事開始之前，我們必須先要把自己的腦子格式化一下。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們的感官經驗都在告訴我們一個道理：眼見為實。我們覺得一個東西既然存在，我就應該能看見它，或者至少能摸到它，對吧？如果它太小，我們就用台積電那種等級的顯微鏡去看；如果它太遠，我們就用韋伯望遠鏡去看。但是各位，這種思維方式其實是極其傲慢的。我們所謂的看見，在物理學的底層邏輯裡，其實是非常狹隘的。你想想看，什麼叫看見？無非就是光子進入了你的視網膜，那光子是從哪兒來的？要麼是這個物體自己發光，要麼是它反射了別人的光。可是物質發光和反光並不是它與生俱來的義務，而是一種特定的量子行為。我們来把鏡頭拉近到微觀世界。當一個物體發光時，本質上是它內部的電子在跳樓，電子吸收了能量，從高樓層跳到了低樓層。在這個過程中，它把多餘的能量以光子的形式吐了出來，這就是發光。那反光呢？反光也不是光子像乒乓球一樣撞在牆上彈回來那麼簡單，它是光子作為一種電磁波打在物體表面，強迫物體表面的電子跟着它一起震盪。這些震盪的電子就像無數個微型廣播塔，輻射出了新的電磁波。我們眼睛接收到的其實是電子震盪產生的二手信號。所以無論是發光還是反光，前提都是這個物質必須充滿電子，而且這些電子必須願意和電磁波發生相互作用。那如果有一種物質它很高冷，它對電磁波完全不感冒呢？光子穿過它就像風穿過鐵絲網，或者像我們穿過空氣一樣，沒有任何阻礙。這種物質它不發光也不反光，它對光完全透明，這就是暗物質。其實暗物質這個名字取得很爛，真的。在中文語境裡，暗意味着黑，黑意味着它吸收光，但暗物質不吸收光，它是徹底的透明。如果你的面前站着一個由暗物質構成的人，你就算拿探照燈照着他，你也看不見他，光線會直接穿過他的身體，照在後面的牆上，不僅看不見，你也摸不着。這聽起來更玄乎了，對吧？你說我看不到空氣，但我揮揮手能感覺到風啊，為什麼暗物質連摸都摸不到？這裡我們要揭開第二個關於現實的假象，我們所謂的觸感其實都是假的。當你用手指去觸碰手機屏幕的時候，你以為你的皮膚原子碰到了玻璃原子嗎？完全沒有。在微觀尺度上，原子內部空曠的嚇人。如果原子核是一顆彈珠，放在台北101大樓的門口，那電子就在幾公里外的信義區邊緣飛奔。原子內部99.999%都是空的。那為什麼你的手穿不過手機？
因為電子帶有負電荷。當你的手指原子靠近手機原子時，外層的電子雲會產生強大的庫倫斥力，是這種電磁力在排斥你，給你的大腦發送了一個碰到了的信號。所以你這一輩子從來沒有真正接觸過任何東西，你感受到的只是電磁力的排斥。好了，現在關鍵來了，暗物質它不參與電磁相互作用，也就是說它沒有電荷，也沒有我們熟悉的那些斥力。如果你伸手去抓一把暗物質，你的手會直接穿過去，就像穿過全息投影一樣。講到這裡，你可能會問，既然看不見摸不着，那科學家是不是吃飽了撐的？憑什麼說它存在？這是不是一種為了湊數據而編出來的謊言？這就要說到上個世紀那位脾氣古怪的天才弗里茨·茨維基。早在1933年，這位老兄就盯着后发座星系团看。星系团就是一大堆星系聚在一起開會。按照萬有引力定律，這些星系在團裡高速運動，如果沒有足夠的質量拉住它們，它們早就應該像旋轉過快的旋轉木馬上的小孩一樣被甩出去了。茨維基一算，嚇了一跳，這些星系跑得太快了。如果要拉住它們，星系團裡看得見的恆星和氣體的質量根本不夠，差多少？差了整整5倍。這就好比你看到一個遊樂園的旋轉飛椅，轉速快得驚人，上面的椅子都快飛平了，但連接椅子的鏈條卻細得像頭髮絲，這不科學啊！除非那個鏈條上包裹着一層看不見的極其堅韌的鋼纜。茨維基當時就說，這一定有一種看不見的物質在提供引力。可惜那個時代的人覺得他是個瘋子。直到幾十年後，另一位偉大的女性天文學家薇拉·魯賓在觀測仙女座大星系的時候，發現了同樣的現象：星系外圍的恆星跑得太快了，按照可見物質的引力，它們早就該飛到宇宙深處去了。唯一的解釋就是整個星系都被包裹在一個巨大的看不見的暗物質暈裡面，我們就生活在這個巨大的幽靈懷抱中。科學家們不是傻子，他們非常謹慎。除了這種算出來的質量，我們還有更直觀的證據，比如引力透鏡。愛因斯坦告訴我們，質量會彎曲時空，光線經過大質量物體時會發生偏折。這就像你透過一個紅酒杯的底座看背後的蠟燭，燭光會變形扭曲。現在的望遠鏡經常看到遙遠的星系光線被扭曲了，但擋在中間的卻是一片漆黑的虛空，那裡什麼都沒有，但光線卻彎曲了。這說明什麼？說明那裡有一坨巨大的質量，雖然看不見，但它的引力實實在在地彎曲了時空。這就是暗物質存在的鐵證。甚至還有更精彩的子彈星系團事件。這是宇宙中的一次車禍現場，兩個巨大的星系團撞在了一起。我們觀測到，普通的物質主要是氣體，像兩輛相撞的車，撞得稀爛，停在了中間，發熱發光。但是大部分的質量，也就是暗物質，卻像兩個幽靈車隊，互相穿過了對方，毫髮無損地跑到了兩邊。通過引力透鏡，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質量和發光物質的分離。那一刻，暗物質的存在幾乎是板上釘釘了。好了，鋪墊了這麼多，我們終於要進入今天最激動人心，也是最讓人細思極恐的部分了。既然暗物質佔據了宇宙物質總量的85%，而且就在我們身邊，那它到底對我們有什麼影響？除了提供引力、拉住星系，它是不是就只是一個安靜的旁觀者？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家麗莎·蘭道爾提出過一個讓人腦洞大開的理論。他寫了一本書，叫《暗物質與恐龍》。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為了銷量而硬湊的標題，但其中的邏輯卻嚴密得讓人害怕。我們都知道，6600萬年前，一顆直徑大約10公里的小行星或者彗星撞擊了地球，地點在今天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島。這次撞擊的威力相當於幾十億顆原子彈爆炸，揚起的塵埃遮蔽了天空，地球陷入了長達數年的黑暗和寒冬。統治地球1億6000多萬年的恐龍就在這場災難中滅絕了。這不僅是恐龍的末日，卻是我們哺乳動物的黎明。如果恐龍不滅絕，那些體型微小、只能在夜間偷偷摸摸活動的原始哺乳動物，根本沒有機會進化成今天的大象、鯨魚，當然也沒有機會進化成人類。但是，這僅僅是一次偶然的交通事故嗎？
地質學家在研究過去幾億年的生物大滅絕事件時，發現了一個詭異的規律：地球上的物種大滅絕似乎是有周期性的，大約每隔3000萬年到3500萬年，地球就會遭遇一次大規模的生物清洗。這就很奇怪了，如果是亂扔石頭的宇宙交通事故，那應該是隨機的啊，為什麼會有時間表？就像你每天上班坐捷運，偶爾遲到一次是意外，但如果你每隔1個月的周一必定遲到，那這背後一定有某種規律。科學家們開始尋找這種周期性的來源，有人猜是不是太陽有一顆看不見的伴星，有人猜是不是銀河系的旋臂，但算來算去，周期都對不上。這時候，麗莎·蘭道爾和他的團隊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雙盘暗物質模型。通常，我們認為暗物質是像一團霧氣一樣包裹着銀河系，分布比較均勻。但蘭道爾計算發現，也許有一部分特殊的暗物質，它們之間有某種微弱的相互作用，這會導致它們像普通物質一樣冷卻、坍縮，最終在銀河系的中心平面上形成一個薄薄的、致密的暗物質盤。這就好比在一個鬆軟的奶油蛋糕中間夾了一層硬脆的巧克力薄片。現在，請想象一下太陽系的運動，我們並不是死死地釘在銀河系裡的。太陽系像一個不知疲倦的旅行者，一邊繞着銀河系中心公轉，轉一圈大概要2.5億年，一邊還在垂直方向上做着波浪運動，一會兒穿過銀河系的盤面升上去，一會兒又掉下來。這就像是旋轉木馬，一邊轉一邊上下起伏。關鍵的數據來了，太陽系在垂直方向上上下擺動的周期，大約是這裡有個複雜的引力計算。如果加上那個致密的暗物質盤的引力影響，太陽系穿過銀河系中心平面的周期，大約就是3000萬年到3500萬年。這和地球生物大滅絕的周期驚人的吻合。那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想象一下，在太陽系的最外層包裹着一層像雪球一樣的雲團，我們叫它奧爾特雲。這裡面有數以萬億計的冰凍天體，也就是彗星的故鄉。它們距離太陽非常遠，引力束縛非常微弱，哪怕是一點點風吹草動都能改變它們的軌道。每隔3000多萬年，當太陽系像潛水艇一樣一頭扎進銀河系中心那個致密的暗物質盤時，周圍的引力場會突然增強。這個看不見的暗物質盤就像路面上的一個減速帶，或者是一股強勁的暗流。對於我們地球這樣緊貼着太陽的內圈行星來說，這點引力擾動不算什麼，但是對於遙遠脆弱的奧爾特雲來說，這是一場海嘯。強大的引力潮汐力會把那些原本安安靜靜躺在那裡的彗星踢飛，其中一部分彗星被踢出了太陽系，而另一部分則被踢向了太陽系內部。於是恐怖的一幕發生了。對於地球來說，原本平靜的星空突然變成了槍林彈雨，成群結隊的彗星像轟炸機一樣衝進內太陽系。雖然太空很空曠，但在長達100-200萬年的轟炸期裡，地球被擊中的概率大大增加。6600萬年前，正是這樣一個周期，太陽系剛剛穿過那層看不見的暗物質盤，奧爾特雲被擾動了。一顆巨大的彗星帶着死亡的嘯叫衝向了地球，它終結了恐龍的霸業，卻意外地為人類的誕生砸開了大門。各位，你們能感受到這種理論背後的那種令人窒息的美感嗎？這簡直就是宇宙級別的宿命論。我們通常認為人類文明是地球自己演化的結果，是我們還要感謝那顆偶然的隕石。但如果這個理論是對的，那麼我們要感謝的是那個看不見的暗物質盤，甚至可以說我們的存在是银河系結構的直接產物，是那些穿透我們手掌看不見摸不着的幽靈粒子，通過引力的絲線在幾萬光年之外操控了太陽系的命運，每隔3000多萬年就對地球生命進行一次篩選或重啟。如果不是暗物質，银河系可能根本無法形成現在的結構。如果不是暗物質盤，恐龍可能至今還在地球上漫步，我們人類的祖先可能還只是躲在樹洞裡瑟瑟發抖的小老鼠。當然，必須強調的是，這目前還是一個假說，科學不僅需要大膽的想象，更需要小心的求證。現在的蓋亞衛星 Gaia 正在極其精確地測量銀河系裡數以億計恆星的位置和速度。科學家們正在試圖從這些海量的數據中把那個致密的暗物質盤給找出來。
如果未來真的證實了它的存在，那將是人類認知史上的一次大地震。而且，這個故事還有一個更讓人背脊發涼的尾聲。如果這個週期是真的，那我們現在處於什麼位置？好消息是，根據計算，我們目前距離下一次穿過暗物質盤還有1000多萬年的時間。我們這一代人，甚至未來無數代人類，暫時是安全的。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可以高枕無憂，因為這個理論告訴我們，地球並不是一個孤立的避風港，我們是宇宙這艘大船上的一員。我們的命運與銀河系的結構，與那些看不見的物質緊密相連。我想起意大利物理學家卡洛·羅維利說過的一句話：世界並不是物體的集合，而是事件的集合。當你再次仰望星空，或者僅僅是看着自己的手掌時，請記住，你看到的不僅是皮膚和血肉，你是在看一段跨越了138億年的宇宙史。你的身體裡流淌着恆星爆炸產生的元素，而你的存在本身可能就是那团看不見的暗物質，在億萬年前為你鋪平的道路。暗物質，它冷酷、沉默、不可見，但它或許正是我們人類文明得以誕生的幕後推手。它是那個躲在宇宙帷幕後面輕輕撥動琴弦的幽靈，而我們就是那琴弦上震顫出的最美妙的音符。這就是科學最迷人的地方，它不只是冰冷的公式和數據，它讓我們意識到，在這浩瀚的宇宙中，我們是如此渺小，卻又如此幸運。那些看不見的無，最終塑造了我們看得見的有。這就是從暗物質到人類文明，一場跨越億萬年的宇宙蝴蝶效應。